我大学是一定要去的才会算是成功。我当时是很害怕，就是别人把我 label as 那个 NUS 退学的学生。Without uni, you are nothing already. 我有 crash out like 很多 times in school。就觉得文凭其实只是一张纸来证明你自己的学历。欢迎来到 Face to Face， 我们邀请了来自2个对立阵营的嘉宾，一起聊平时不太容易开口的敏感话题。每一轮，嘉宾会抽出一张卡牌，然后用手中的棋子表明立场，再进行讨论。今天的主题是大学毕业生 vs 选择退学的人。大家好，我是 Denise， 我今年26岁，我是2年前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的，我现在在一间 e-commerce 工作。大家好，我是清源，今年26岁，我去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现在我跟我朋友一起 run 一个 coffee business。Hello， 大家好，我是 Eliza， 我今年19岁，我刚刚今年1月退学 from Republic Polytechnic， 现在我是在做一个 beauty advisor。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Isaac， 我今年25岁，去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退学，现在在跑自己的 coaching business。我从小就觉得自己长大一定要上大学。1、2、3。从小我一直没有想要去读大学，因为我觉得我小学里面我读得很差，我成绩真是很差，我就是想读到 Poly 而已。我本身以前没有被父母压力到，其实我每一个表姐和表哥都有上过大学，他们都是全部蛮聪明的。起初是怕自己上不了大学，很幸运的有机会上大学。我从小是有想过要上大学啦，因为I come from a very Asian family， 亲戚大家都是从大学毕业过的。从小就是大家都是要读好书，上好学，然后到最后争取上大学。不光是父母家人的压力，还有就是我周围的同学学习都蛮不错的，然后每个人都是想争取以后上大学，所以就觉得如果我成绩不好，然后可能以后就不会跟他们上同样的学校，当然会有一点点的 FOMO 也是。其实我没有讲，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全部都是跟我比较顽皮一点的学生，不是喝酒就是赌博，就是每天玩。我也是跟他一样，因为我从小的朋友他们是很 laid back， 我们是很 YOLO 的人。想中学先啦，like primary school， 中学的时候想 Poly 啦， then 不可以 Poly 去 IT 咯，这样子咯。我妈妈是拿 Masters 的，她有做工，她有负担，她还去读书的。如果人家compare 我跟我妈妈 ，right， it's like better not。我的父母他们其实没有给我什么压力，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了。我从小就是那种很典型的那种学生，就是想要考好成绩，考到一间好的学校，然后读大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我就觉得说，大学是一定要去的才会算是成功。但是其实现在我长大了以后，有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面，然后没有精力去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是刚刚上个礼拜辞职，对，恭喜恭喜。然后现在我是想要去尝试一下去做内容，就看 content 可不可以让我发展我的 career 咯。如果没有文凭，我会担心找不到好工作。1、2、3。小时候我是觉得说 OK， 你要有个文凭才能找一份好工作，但是现在我认为说，如果没有文凭也是可以打造自己的事业。我的看法跟 Denise 应该蛮相似的，就是从小我也是觉得有一个文凭会比较好，容易找工作，因为周围的人都是看文凭。但是慢慢我也是开始自己发现，就觉得文凭其实只是一张纸来证明你自己的学历，你的知识量是多少，以后自己的成功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我爸爸他是个 Poly dropout， 现在他的工作是个people relations 啦。我是觉得don't really need a degree to get a good job。是我现在看很多的 uni 还是 Poly graduates， 他们出来也是很难找工作。我觉得一个大学文凭是让你的 employer 看到 that you were able to show up somewhere for 4 years straight. It doesn't tell your employer that 你是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也不会让你的 employer 看到你到底有什么样的 skill set， 只是一个文凭，一张纸罢了。因为你的 experience多多少少就是那个6个月的 internship. It doesn't really prove much, which is why I feel like instead of having 一个文凭 it's more important to have a skill set. 然后那个 skill set 可以让你有更多的 opportunities. 即使我们说文凭不是很重要，但是文凭也是代表一个人4年学过的经验实力，他们的成绩也不可以说就是没有用嘛。所以很多大公司也会认可他们这4年的
用的努力，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哦，有可能你对我来说，会给我的公司带来更大的帮助，我们会请一个有文凭的人。But 现在会比可能10年前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现在每一个公司都知道，有文凭不代表你是一个聪明人，然后有文凭也不代表你能够把工做得好。So that's why a lot of companies now they have like personality tests to make sure that whoever is coming in 是 fit to 他们的 team. As why 来这种 say right 那个 job market 很差，所以如果你有文凭，不代表你会拿到那份工作。他们也是讲说，如果你做full time，不代表很稳定，是吗？因为现在你看很多 tech companies， 他们都有很多 layoffs。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同事以前也是被 lay off 了，他们可以工作到3更半夜，然后隔天就这样被炒掉了。我觉得选择退学比完成学业更需要勇气。1、2、3。我选不同意 because 我是退学嘛 ，but I look at my peers， 他们也是 face the same 压力 as me， 可是他们可以 persevere on， 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学校上学，去拿他们的 diploma。但我来说，我是running away from my problems。Those that 都在学校里面很they persevere a lot， and 我是很看起他们。I think for my definition， 不选择退学，一直读完大学拿到文凭 is the safest route。真的退学去做自己想做，像 Isaac， 我觉得需要很多勇气，因为就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很大的赌博。所以如果你退了学，然后如果你的生意没有做好，那你就要重新去找其他东西做。Yeah, it did take quite a lot of courage in the beginning because 你会一直担心，因为我们的社会 is very judgmental。Correct。你一退学，你一辞职，只要你不是跟那条线一样走，对吗？很多人就会有很多话讲，然后每一个新年就是一样的 questions， 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做工？为什么你没有读书？为什么？我当时是很害怕，就是别人把我 label as 那个 NUS 退学的学生 ，so I kept forcing myself， 我一直逼自己回去读书，吧，我已经拿那个 leave of absence 拿2次了 ，just to avoid。你听你的 parents generation 就是 A level nowhere to go。你去 poly 都比较好一点。So for us, it's if it's A levels, it is uni. Without uni, you are nothing already. So for me, that was a fear that 如果我做的话，我真的是 nothing. And it was that constant reminder that I could be nothing until I just did it myself and then I realized I can be something. Then you just kind of just let it go. 你有什么 turning point 还是什么就是原因？为什么你到最后决定我打算退学，然后去做这个？我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是有做补习老师，然后也是做一个健身教练，然后每次觉得说学校一直弄到我没有时间去追求我想要追的东西，那就是钱。然后到最后我就觉得说 ，OK， 如果我能够不要上学的话，就是省下那个可能4到6个钟头的时间，把全部的心跟 passion 放在做工。我的25岁的 milestone 在我24岁的时候达到了。所以我 realized that 我自己的方向是对的，然后我自己相信自己，一直把钱 reinvest to myself 是对的，所以我就跟妈妈说 like you know I already did this and it's not that 我想要退学然后在家里玩游戏或者在家里无所事事 you know is 我有一个 direction that I'm trying to go in and whether or not you support me this is my direction。 他们多久后才接受你的决定？ I think till today 都没有接受到。I think till today is still a bit of a sensitive topic。 得到父母的认可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东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些期望跟 expectations of how their child should have been。 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不敢不提起这种东西，不提这个东西，不是不敢就是不提。不提。因为提了可能会造成在桌上的人开始有一点怒气吧。But I think what we can all agree on is that 每一个父母都是要孩子健健康康、开开心心。But it's not easy 咯。I think I wouldn't recommend anyone to drop out at all. Really, I will not recommend. 你呢？我退学的原因是 actually the main reason 是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好，在课程里面压力很大，因为全部老师讲的话我都很lost，我有 crash out很多 times in school， and 每次上学 is because I don't go school then 我就拿 MC 我就拿 LOA 这样子，it becomes like a snowball， 所以 the more I don't go school the more the东西老师教我们，我就没有去学到。然后 then how to save myself？ 考试要来了 ，then 我什么 information 都没有，我也是不知道考试是哪一天呢。It's that bad to the point where I just cannot help myself. So at that point 我就自己讲why not I just take a step back from school？ 我 posted a TikTok video online， 就很多comments。
我读了有点伤心。他们说then 就买 tissue paper， 我就 what the like 我就买 tissue paper， 我也是可以做别的东西嘛。then 有 comments 说找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那个来 OK 看 deny OK sure but 来我是可以赚我自己钱吗 Make something for us.？Yeah， 不是这些 comments 我就很很生气。但我朋友他们说你已经读到第2年了，但那么浪费。我也是跟他们 agree， 可是我就跟他们讲，我在学校里面，我真的是很难去 be happy。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你会感觉很孤独，因为你周围的每一个朋友都会问你为什么你要退学。But to the person who has been struggling and have been wanting to leave, right? To them is another sort of pressure from a friend.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要退学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一个朋友支持我。I was hoping someone would believe in me to say that 你 just 快点去退学，然后 whatever it is， 我们今晚 8点我们 meet up， 我们来聊天，我们 figure it out for you. Nobody did that,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hardest part. Since then till now, I have not connected or talked to a single friend from university. I guess I just proved this even more. Yeah. It proves it even more. Isaac's uni friend, reflect on yourself. 我觉得退学跟我辞职是 equivalent 啊，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其实想了很久，每天晚上都一直在想，然后哭了很多啊。就是因为如果你有一份工作，你就每个月都有一个薪水，懂吗？但是现在如果去做 content， 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然后我的收入也是不稳定嘛，所以我觉得我很理解那种感受啦。有大学文凭会让我更接近成功。1、2、3。Success is subjective. Yeah，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没有退学过的嘛，所以我不懂退学过的经验。就像我刚才分享的，我上完大学再去创业过后，我就是觉得我4年的经验并没有白费，认识到的人，得到的经历，在我正在创业的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会比较赞同这一点。因为这个学校对我这个 startup 来说，其实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设施，还有机会让我认识到更多不同的博士、教师，还有不同的跟其他的 startup founder。然后像因为我的 business 需要很多 physical location， 我原先在大学读的课，我认识到很多 professor， 也可以帮助我去 stay in touch、connected with 不同的 landlords， 然后找到不同的 location。我现在做 business， 如果我需要有人看我的 contract。我以前有认识到就是学法律的同学，我可以叫他们帮我看，或者现在我需要一些 AI 或者是software 上的一些帮助，我可以问我原来 computing 的朋友，他们也可以帮到我。所以我觉得这是我4年的大学最大的 take away 了。我在找新的工作啦，我找工作有点难啦，很多的工作说like full time you need A level， 还是你要一个diploma， 我也是有想过找 internship， 可是现在也是有点难啦。intern SG 上他们都是 prioritize poly students 还是 uni students，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有文凭的话 is a bit more 简单一点。我是觉得说文凭也是一种选择吧，现在不是一定需要得到的一样东西，就是不同的道路吧。大学帮助我最大的那个 aspect， 就是因为我是从 NUS， 所以我就拿到了6个不同的实习，因为这些实习经验，然后让我得到今天的这份工作了，我觉得。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也是自己想要辞职嘛。自己成功的定义就是我自己开心做喜欢做的事情嘛。content creation 嘛，我觉得说也不需要文凭啦。你的 success 是你自己 determine 的。如果你很想要做一个医生来救人命的话，就一定需要一个文凭。如果你想要做一个艺术家，那可能就不用。对吧？可能是靠你自己的那些 creativity， 所以真的是看你怎样去 make use of 你自己的实力，去得到自己想象中的成功。成功对我来说是要懂得足够在哪里，找到那个足够点，那就是成功。Because if you don't know what's enough， then 你就永远在追一个 unattainable goal。跑自己的生意的人都通常找不到足够的感觉因为永远要多一点，要多一点，要做得好一点。你这样的话会很压力，会很累，然后你永远都不会开心。听完大家的观点，今天有哪一句话让你印象深刻？ I think Isaac 说的 No one will push you, so you have to push yourself。因为我是刚刚才drop out， so 我还是在一个啦啦land，so I need to 开窍 also， I need to start to realize no one will help me if I don't help myself。
So I need to log in. I think it's more like no one will want to help you if they don't see you helping yourself. I think for me is like 我们全部都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要开心，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还有和家人和我们的另一半有时间跟他们一起相处啊之类，就是最重要的啦。所以其实就让我觉得说 OK 啦，可能我辞职就可能是一个 right decision maybe。我think 还是那个成功足够点，应该对我应该影响比较深刻，因为我也是 quite new to the business now，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也是就是很多东西都想做，什么东西想做，什么样都想得到最好的。可是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找到那个就是真正的足够点到在哪里，所以可能我会回去反省一下，去想一下，所以我可能会 set my expectations and find where my success is。那个 part where you mentioned that 要朋友帮助的话，可以打个电话来 ，Hey， 我需要 help in this area or in that area， 你可以 link some people up 吗？ Like I didn't have that, so I really wish that I had it. And the internships, I never had an internship in my life. I never had the feeling of like working for corporate or just wearing a nice suit. And you know, just a suit doing a presentation. 就是我没有做过 exchange, 我没有做过 internship. Yeah, so sometimes I would ask myself if that would have been fun also, because I kind of missed out on that. Yeah. 你买呢？你现在你有钱买自己的书，连出国也是。出国咯。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拜拜。